好，我们接着上课。这里是我们做了一下引申，我们还是需要把这个 feedback 跟这个二极管把它连起来，把这个地方给它断开。OK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4148这个二极管，它这个电流有多大，能不能承受得了？这是我们要关注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二极管的电流实际上是在这个顶部，也就是电机的一个峰值电流，对吧？电机的峰值电流，它刚开始导通的瞬间，它肯定是一个峰值电流，逐级减少，所以这个二极管它要能够承受峰值的电流，也就是跟这个 MOSFET 承受的峰值电流是一样大的，是吧？在那一瞬间，二极管应该要取一个比较大的电流。我们说这里是几安培，所以希望二极管也能够承受这样大的一个电流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资料。我们打开 EN4148WT 这个二极管的一个 data sheet， 我们看到是一个封装，它是 SOD523 的封装。因为要想电流大，首先封装肯定要大。那么这个又是一个贴片的，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。当然，这里给出的这个尺寸啊，是让你在画封装时候用的。我们看一下它的特点啊。第一，它是个快速的开关管，是吧？它的封装相对来说小一点，剩下也没什么了。SOD523，这是它的电压范围，这边也没什么好看的了。我们主要看一下电机参数 ，Vrm 是100伏，也就是它能够承受100伏这样的耐压。我们说目前耐压是够的，为什么要考虑耐压呢？你看反向的时候它要有一个耐压，而我们这里的耐压是3伏，所以说耐压是绝对够的。但是我们还是要去看一下 data sheet 的值，万一你这里是高压呢，对不对？一个是电流，一个是电压，还有它的封装，这是我们看 data sheet 需要看的3样东西。OK， 我们回到这个 data sheet 看一下它的反向电流是 VR 是80伏，然后它的 RMS 是53伏。RMS 这个以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过，这里我就不去再花时间。我们再看它的电流，这个 forward continue current 是250毫安。IO 是125毫安，其实这个有点偏小。我们来看它的峰值电流，如果持续时间是100毫秒的话，它是1安培；如果持续时间是1微秒，它是2安培。这是它的一个温度，工作和储藏温度是零下55度到150度，它的功耗是150毫瓦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热损功耗。这个是它的极温。那么我们从电流的角度来看，这个管子是选小了，不够。那么选小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？发热，是不是？不是说你这个管电流超了，那么它就会坏，这个不是这么说的。一般呢，在这里面要分情况，在工业设计和汽车设计里面，它要有余量的。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，假如这个接风电压电流是3安培，那么我这个地方就要选4安培的。但是对于消费类电子，我可以超负荷工作，因为我现在也没办法，我是无人机，对吧？它不是一个安全性需要很强的一个东西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刚才也看下来，电流是远远不够的，这个导致的结果，它一定会发热，如果这个时候你能够把温度控制得住，让它及时的把热量排出来，它也能够承受。但是如果这个时候热量散发不出来，其结果就是坏掉。所以说我们这个血型它是偏小的，电流是偏小的，电流是小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这里呢要考虑它是有风在对着它吹，因为我们这个无人机上面有风，可以进行一个冷却或者说散热。所以我们把这个管子设计在一个超负荷的状态。这个呢，其实上是国内一些工程师需要转换的一个思路。大家都在拼价格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你只能把这个参数拼命的往下压，参数往下压，价格就低了。但是往下压能不能用，
那么这个时候需要去评估，是吧？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，我们是可以把温度控制得住，温度控制得住的话，你虽然偏小，我也没多大关系，短时间之内是没有多大关系。但我们要记住，如果是用于工业控制的话，不建议这样去做。另外，由于无人机工作时间比较短，这也是我们要去考虑的。比如说你这个工业控制的话，它是24小时工作的，对不对？很多都是24小时的，这里的它就是7分钟。这样的话，实际上它的热量积累可以控制得住，再加上一个风，它也能够工作。最后我们检验它到底会不会坏。当然，元器件处于这种状态，它属于过量状态。像在玩具啊，很多产品都是这样去设计的，但是你在真正的工业控制领域是不能够这样去做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找一个大的，也是快速的能够通过大电流的这样一个东西。比如说像我这里用的是 ESS2G， 打个比方，那么这样的话它就可以通过电流比较大是没问题的。所以实际上我们要把它换成这个，但是封装也是很大，封装特别的大，这是大家要去注意的。这个需要把它指出来，有的时候呢也不能说是不严谨，但是被逼没办法。OK， 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，像这种无人机，有时候你要去做过这个EMI的话，一般我们最怕的是什么？最怕的就是遇到非线性的负载。非线性负载的话，比如说你像这个电感啊，它就是典型的属于非线性负载，对吧？电感电机典型的非线性负载。那么这样的 EMI 就很难过，很容易超标，再加上你电机它有漏感，对不对？它就会震荡，一瞬间它那个爷就会上升的很陡，它有漏感什么的，这个地方它上升的也很陡。如果让爷上升的缓一点，那么这个时候它的 EMI 马上就会极大的下降。就这个地方，人家这个 EMI 会聚集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前面谈过，这个地方我们怎么办？其实这个震荡也是导致这个 EMI 的一个重要因素，对不对？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可以从2个方面去入手。第一，让它的爷变得缓一点；第二，还可以破坏这种震荡。因为震荡我们可以通过改变相位的改变，或者增加电阻，对吧？改变相位可以改变震荡，改变相位的话，我们用什么呢？用电容。那么增加阻抗，很明显这个地方就要用电阻，这样我们还让这个弦率变缓，所以我们这里就要增加一个电容，而且这个电容并在电机的两边。这个电容一定要无极性电容，一定要记住这个电容它是一个无极性电容，不能有极性的。为什么？我们马上分析一下。那么电容放在电机的两端，电容它要充电，是吧？和电机内部的电感啊、漏感什么的就构成了一个回路，包括上面的走线，它就会让它的爷变缓，不会产生震荡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对解决这个 EMI 是有帮助的。那么我们来看这些电容它的一个工作原理，电容的工作原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刚上电的时候，电容我们说过它的阻抗特别的小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 FEMAT 它叫什么？刚开始那个，比如说接风，它一定是从这个电容上面通过，然后再回到这个地。刚开始它是这样一个回路，一直到地，这是电容上面走过的一个回路。在 MOSFET ON 期间的一个回路，这个 MOSFET 刚开始瞬间，比如说这个时间 T， 电流可能更多是从电容里面走，因为电容没电嘛，对不对？随着电容充电，电容的容抗越来越大，最终这个电容的容抗已经远远大于电机的内阻。电机内阻由感抗啊、阻抗等等合起来，那么这时候更多的电流就从电机上面走过了。电容上面流过的电流越来越小，它是呈下降的。刚开始的时候是高，接下来慢慢变低。OK，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，就是说在 OFF 期间，MOSFET 它是关掉的，关掉了之后，这个地方二极管它就会导通。二极管导通之前和导通之间，那么这个电容是怎么样一个回路？我们来看一下，电机作为一个横流源，它是这样的，从这里下来到这里，再到这里上去，再回到电机的另一面，这是它的接头是这样的，这是一个回路。我们说它还有一个回路，从这里
走过来，经过二极管，再回到这个地方，跟前面这个电流合起来，这样一个回路。当然，也是在OFF初期的时候，这个电容上是由下往上走的，所以说它需要无极性电容。那么这个时候电容，我们说把上面定义为正，电流往下流的方向为正方向，那么往上流的方向为负方向。那么在正方向，我们说电容是充电的，上面为正电荷，下面为负电荷。在反方向上，我们说电容是放电的。所以说这是这样的一个回路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当然也是在 OFF 初期的时候，刚 OFF 的时候，对于电容来说是由下面往上走的，电流需要两个方向都能走，所以说它就需要无极性电容。那么这个时候电容，如果说我把上面定义为正方向，电流往下流的方向为正方向，那么往上流的方向就为负方向。那么在正方向上，我们说电容是充电的，上面为正电荷，下面为负电荷。在反方向上，我们说电容是放电的，放到最后这边为负，对不对？就是说放就放成负压了，是不是？电容放电放到零还可以继续放成负压，不是说放到零就不可以放的，还是可以的。负压就等于是什么？充了一个负压，所以说它这个电容上面就会形成一个断续的一个交流电流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期间它其实这个电流由上到下往下降，对吧？这里是断续的，假设这里是零，一会儿电流正，一会儿电流负，这个是零 OK。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做的那个电容降压式充电，利用电容的正反这个电流充电，那么它就形成一个均方或者是有效电流。虽然它是交流的，但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效的电流，是不是？大家想一下，如果在 ON 期间，这个地方如果电容越大，那么这个下来的电流就越大，那么流过电机的电流相对就小一些，因为电流在这个地方进行了分流嘛，对不对？留给它的大，那么留给电机的就小一些。那么同样在续流期间，如果说这个电流比较大的话，就可以去朝这边走，但是我们说续流和这个还是有区别的，因为续流的时候，尽管你这里也通，但是我们说续流期间还是要去分情况的，因为续流期间刚开始，我们说这个管子没通的时候，这个电流它要通一下，这个管子才通。其实电流通的这个时候，因为电容上面有电压，实际上属于一种什么？不能属于快续流。你这样分下来，应该说在OFF期间的开始那一段，这个电流应该不影响这个电机的电流。但是呢，我们说在 ON 期间开始那一段，它有一段从这里到 D， 从电容上来，这段电流到 D 与电机没有关系，所以说这个时候电机的电流就会小一些，它从这里分了嘛，对不对？它这里分了，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这个电容它不能取得太大，它只是为了解决 EMI 的问题。取大的话，电机的功率应该说是平均功率就会下降。大家可以做一个实验感受一下，这里是为了解决 EMI， 所以说它要小。我们这里一般呢取一个纳法级别的，千万不能是微法级别的。当然
你做EMI的时候，可以适当的调整这个电容，但不能调到最大，否则它功率会明显的下降。我们这里就取一个10纳法的 ，OK， 这样就好了。但是还有一个东西我们需要去注意，我们说这个电容的取值啊，与你这个频率有关系，载波频率有关系。那么我们载波频率目前取多大呢？我们是 18K 赫兹，载波频率就是我们所说的载频。18K 载波频率应该说是很高的一个频率的。那么你想想看，如果频率越高，那么这个电容就更小。如果我到 100K， 这个电容就更小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我电容我频率越低，这个电容呢可以大一点点，但是也不能太大。所以说这个电容的取值与你的频率有关，就是说我这个 18K 这样一个频率，那么对于一般的电器而言，如果你的载波频率小于 10K 的话，那么在马达工作的时候，就会有马达的电磁噪音。这个电磁噪音大于 15K 的话，这就超出了人耳能够听到的范围了。我们这个数据是实验得出来的，不是理论值，就是大量的一个实验，不同的人年纪小到年纪大的，因为你年纪小，这个人能够听到高频，是吧？年纪大则能够听到低频，但是高频听不上去了。虽然我们有个理论值说可以达到多少，但实际上根据我们的实测，根据电机本身的一个特点，高于 15K 的话，绝大多数的电器这个时候你已经听不到这种噪音了。所以一般呢，这个时候取 18K 也好，取 20K 也好，去跟你那个 PWM 模块里面这个不同的单片机，它的这个取值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说没有规定一定就是 18K。 像我们用 microchip 单片机的时候，我们用的是 16K OK。 那么你像有的做 FOC 也有用 10K 的，确实也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频率用得过高的话，它处理运算速度跟不上，所以说这个不是绝对的，就根据你这个单片机内部那个模块去配置 OK。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，其实对于马达控制来说，马达需要很大的一个电流，它也是我们整个无人机里面最大的一个负载。但是呢，对于无人机来说，它的结构又是有它的特殊性，最大的负载偏偏放在4个角上，而且这个角又是伸出去的，是吧？我们大家看过无人机都知道，安装马达的4个角都伸出去的，也就是说这4个角它离电池的位置一定是很远的，对吧？电池只能近似于放在中间，那么这个4个角都离得很远，走线就会很长很长。那么长的走线它一定是有感抗的，这种感抗它瞬间，比如说在纳秒级别里面，甚至在1微秒里面，电流它很难能够上得来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降低它的一个阻抗。怎么降低它的阻抗呢？那么我们可以增加电容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这个 feedback 到这个之间，我们增加了一个电源的这个电容，增加电源的电容，这个电容要用贴片的，电容的取值也要大，但是考虑到板子的空间问题，能不能放得下，那么我们取小一点也行，比如说10微法，10微法也行。具体我们要去看这里的纹波，如果纹波大的话，这个地方电容就取大一点，如果这个上面纹波小的话，那么这个可以小一点，这个要去看，要去测量它的电压纹波。那这个地方的话，我们说到这里来，它一定会降低它的阻抗。接地这里2种接法，一种呢，我们说直接这样过去就 OK 了。但是呢，这种接法我们心里要清楚，你在实际走线的时候，这个地要跟这个地很接近，对不对？这个要跟下面这个地
要连到一起去，而不能直接连到电源上面电源上去。外面接过来肯定先连了它的话再跟它连到一起去，这样的话这个电容才能给这个负载供电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考虑回路，这里的 feedback 相当于是由这个电容来提供，而这个电容的话，你看它的一个回路，它是这样过去，经过电机，经过 MOSFET 再拿到这个 D， 那么这个 D 又要回到电容和电源的 D， 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回路。我们说电路的三大法则：源、回路、阻抗，对吧？从电容出来也回到电容去，所以既然回到电容去，那这个就要直接连过来，要让它形成一个环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这个连到那边去，它回路就要回到那边再过来，那这个回路就很长很长，而且这个回路又是高频又长的话，它就是一个很大的辐射源，很大的一个辐射源，所以这个地方又是大电流又是高频，那么问题就会出现，大电流高频，这个时候就很容易产生一个污染源。要解决它的话，必须回路很短。那么回路很短的话，我们走线的时候就极其苛刻。这个地方回路相对来说要短，当然如果你实在不能短，那么也是没有办法，但是尽量还是要短，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点。好，这一期我们就先讲到这里，大家休息一下，